本是晴朗的白昼，此刻化作了黑夜。但是天地之间却并非漆黑一片，因为在天际之上，萦绕的紫色霞光格外耀眼。那紫色霞光几乎覆盖了天空，无边无际。最主要的是，那霞光之内若隐若现的巨大铃铛，更是给人一种毁灭一切的感觉，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对之敬畏。不过，尽管此刻的天地异象很是骇人，但是在场之人却没有一人害怕，相反，在众人的脸上皆是激动之色、喜悦之情，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股力量是来自谁。终于，那天地异象开始收敛，紫色的霞光涌入了那座浮空塔内。而当紫色霞光进退之际，这方天空也是黑夜散去，恢复了晴空万里的茫茫白昼。而就在那紫色霞光消失不久，浮空塔的大门便缓缓开启。这一刻，一道倩影从那浮空塔内缓缓地走了出来。这是一名少女，一袭紫裙在身，将她那玲珑的曲线、绝世的容颜衬托得更加完美，简直就像是仙子下凡，美到让人窒息。而这样一位清新脱俗的女子，自然便是紫菱无疑，并且如今紫菱的修为也是得到了质的突破，已经从天武境踏入了武君境，成为了一位武君强者。虽然只是一品，但的确是武君无疑。哈哈，紫菱成功了！当紫菱出现后，苏柔、苏梅等人一拥而上，既激动又兴奋地等待着紫菱的答案。而对于众人那渴望的目光，紫菱也是动人一笑，随后肯定地点了点头。看到紫菱的回答，众人更是狂喜无比，那种喜悦的情绪几乎弥漫了这方天地，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大好。天赐神体有多强大，人们已经在淡台雪的身上见识过了。而紫菱同样是天赐神体，如今她的天赋解封，不久后的将来，也许就会成为第二个淡台雪，甚至超越淡台雪也未必不可。楚风哥哥！可就在众人簇拥、欢呼不断之际，紫菱却是神情一动，在她那眼眸之中涌现出了惊喜之色，因为她在缥缈先锋的入口处发现了楚风。在发现楚风后，紫菱便娇躯一纵，向楚风的方向飞掠而来。楚风！而被紫菱的动作所牵引，众人也都发现了楚风。当人们发现楚风此刻红光满面，正与秋水拂烟和楚月站在远处后，本就是喜悦无比的他们，更是兴奋不已，一拥而上，全都向楚风围了过来。楚风哥哥，你终于苏醒了，感觉怎么样？可有哪里不舒服？来到楚风近前，紫菱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楚风，生怕楚风有什么三长两短。不要担心，我已经痊愈。对于这样的紫菱，楚风微微一笑，用手轻轻抚摸起紫菱的柔滑秀发，说道：“紫菱，恭喜你，终于摆脱了鄂天丹的束缚。相比于这个，看到你苏醒，我更加高兴。”紫菱美眸闪动，突然娇躯一纵，竟直接扑入了楚风的怀中。而楚风也是来者不拒，哪怕此刻围观之人众多，但楚风依然张开双臂，抱住了这位小美人的柳腰。对于这样一幕，众人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反而脸上的喜色再度浓郁几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团圆一幕。就如同紫菱所说，相比于他的鄂天丹被解开，楚风的苏醒更加令人欢欣。这不仅仅是对紫菱，而是对所有人。双喜临门，自然要设宴欢庆。这一日，所有人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举杯畅饮，不亦乐乎。在宴会之上，楚风与紫菱无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主角，但是楚风却也在观察众人。在那熟悉的人影中，他发现了一道本不该属于这里的人，那便是第一仙。第一仙，这位诛仙群岛曾经的九仙之首，因为帮助了楚风，得以幸免于难，并且被迫力留在缥缈先锋。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是此刻楚风却发现，在这个众人狂欢的日子里，第一仙的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之色，相反，还有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忧愁与无奈。拂烟姐姐，为何未曾看见亚妃？不解之余，楚风向一旁的秋水拂烟问道。这个，楚风，实不相瞒，亚妃肉身已毁，很难重新凝聚。其实当初我母亲那样说，是骗第一仙的。秋水拂烟说道。骗第一仙的？这样说来，亚妃并没有复活。听得此话，楚风颇感意外，的确是骗了第一仙，亚妃也没有办法复活。不过亚妃倒也不至于死掉，虽然无法帮他重塑肉身，但是在缥缈先锋之上，他的神识不会流失，以这种形态存活下去是没有问题的。秋水拂烟说道。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楚风似乎明白了第一仙为何会如此无奈。若是按照他的性格，绝对不会留在缥缈先锋，而他如今留在这，全都是为了他的孙女，所以才会这般。这一刻，楚风心中有些过意不去。虽然他与第一仙交集不深，但是当日若没有第一仙鼎力相助，他几乎不可能修炼到仙转玄功，更不可能战胜江七杀和慕容命天。如今他们胜利了，战胜了东方海域的所有敌人。不得不说，第一仙也算是一位功臣，但是眼下他却不能兑现当初的诺言，这叫他如何能不自责？尤其是想到第一仙为了自己的孙女背叛自己的势力后，却又无法让自己的孙女复活后，楚风便更加自责。这一刻，楚风暗自做了一个决定，若是日后修为有成，定然要重返东方海域，帮助亚妃重塑肉身，还第一仙这个人情。第一仙前辈对于亚妃之事，楚风深表歉意。决定之后，楚风走到第一仙面前，满面歉意的深施一礼。这件事与你无关，我也不怪缥缈仙姑，毕竟当日若不是她，我这个孙女也根本不可能活下来。虽然只是神识，但是至少她还在，还能与我聊天。第一仙摇了摇头，前辈放心，天下之大，什么奇法都有，待晚辈进入五之圣土，会搜集这方面的东西，我相信定能找到让亚妃重生的方法。楚风信誓旦旦地保证道。而听得此话，第一仙的脸色顿时一僵，随后眼中涌现出了难以形容的感激之色。他没有说话，而是连连点头。这样过了好一阵，才开口说道：“那我就等着
楚风小友再度归来的日子，第一仙内心窃喜，因为他知道楚风具有怎样的天赋和潜力。既然楚风开口说这番话，他便觉得日后楚风定然会做到，他的孙女重生有望。楚风。而就在这时，一道男子的呼唤突然在楚风身后响起。回头观望，楚风不由一愣，因为他发现在他的身后站着一男一女，一位美丽动人，乃是秋水浮烟，而另一位高大威武，乃是皇甫皓月。楚风，有些事我想单独与你谈谈，不知你可有时间？皇甫皓月淡淡的笑道。皇甫前辈，晚辈终于再次见到您了。看到皇甫皓月，楚风的内心激动无比，脸上不由自主的洋溢起难以抑制的喜悦情绪。而皇甫皓月也是面带微笑，先是对秋水浮烟说道：“浮烟，你在此等我。”随后便将目光投向楚风，说道：“楚风，随我来吧。”话罢，皇甫皓月便御空而起，而楚风也同样平步升空，二人一同飞掠，向远处遁去，很快便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而对于这样一幕，在场之人几乎都在关注，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复杂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这场谈话对于楚风来说至关重要。楚风与皇甫皓月一路飞掠，直到远离喧嚣，来到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后，才停下来。停下后，皇甫皓月开始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楚风，他的目光很复杂，有着说不出的情绪。直到许久后，才点头说道：“长大了，我的任务应该也算完成了。皇甫前辈，您现在能告诉我真相了吗？”楚风忍不住开口问道：“真相？你是指我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人手中把你带到九州大陆的吗？”皇甫皓月笑着问道：“我想知道全部。皇甫前辈进入天路之后，直到从天路出来，这中间所发生的全部。”楚风说道：“你若真想听，我还真要从头说起。”皇甫皓月淡淡一笑，先是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又长吐了一口气，这才开口说道：“当年我焚天圣教举教进入天路之中，想要迁入五之圣土，谋得更好的出路，但是我们低估了天路，天路之内有障碍，那障碍让我焚天圣教损失惨重。我焚天圣教上上下下数百万人，除了我之外，全部丧生其中。障碍追杀，那究竟是什么？皇甫前辈，你们到底在天路之中遭遇了什么？”楚风追问道。“那是什么？很难说清。不过，你既然准备进天路，我就要提醒一下你，天路可不是那么容易闯的。”皇甫皓月先是一声叹息，随后又开口说道：“其实当初我焚天圣教敢举教迁入五之圣土，那也是有着一定把握的。我焚天圣教一位祖师级前辈，曾在一座遗迹中看到过一座石碑，那石碑上写着关于天路的秘密：登天路，逆天行，进者生死参半，退者必死无疑。这便是那石碑上的内容。”楚风，你知道这是什么意吗？皇甫皓月问道。“登天路，逆天行，进者生死参半，退者必死无疑。”楚风念了一遍，这才说道：“登天路，逆天行。晚辈若没有猜错，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人们，天路是通往五之圣土的地方，不可能一路畅通无阻，是有着很高的难度的，甚至这个难度超乎人们的想象。至于后面这句进者生死参半，退者必死无疑，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天路之内没有退路，若是一路勇往直前，便有机会一步登天，进入五之圣土；但若是心存胆怯，从而退缩，那么将会死路一条，葬送其中。没错，你说的很对，在天路之中，前半段很是平静，让人感觉通过天路是那么的简单，甚至走在天路之中，让人能够感受到未来的希望。当走到中途之后，便会出现大规模的不明生物，那些生物很是奇特，说不清是什么东西，总之异常强大，也异常的可怕。它们数量之多，封锁了前方浩瀚的道路，并且压迫而来，想要将我们虽有人撕裂吞噬，而想要通过那不明生物的方法，便只有一个，那就是心存信念，勇往直前。哪怕心存一点恐惧，都会被那怪物吞噬；但若心无恐惧，那怪物将无法奈何于你。可是面对那样可怕的东西，想要保持镇定，除去心中的恐惧，实在太难了。尽管在进入天路之前，我焚天圣教之人特意做过训练，但当真正面临那种情况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失去了方寸，70%的人被那些不明生物吓破了胆，他们忘记了教主的教诲，转身便跑，但最终却皆被那不明生物追赶而上，遭受了灭顶之灾。有30%的人选择勇往直前，可是真正做到内心没有恐惧的人却是少之又少。30%的人在那不明生物的浪潮中活下来的不到1%，只不过刚刚冲过那不明生物的浪潮，前行还没有多久，却又迎来了一大群不明生物。这群不明生物与前者有所不同，单从表面来看，威势与可怕程度都不如第一波生物强悍，但是同样是我们无法对付的。不过想到第一波生物那么可怕，我们都从中闯过，这第二波生物想要闯过应该不难，毕竟从表面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力量，第二波生物都不如第一波生物。可是我们错了，第二波生物虽然表面来看不如第一波生物，但是他们的要求似乎更为苛刻，可能是我等心中的恐惧皆是没有清除干净，所以当冲出那第二波生物的浪潮后，还是遭受到了不明生物的攻击。这一次他们开始大开杀戒，毫不留情，我焚天圣教的教主首当其冲，被无情斩杀了，紧随其后所有人都遭到致命的攻击。那些生物太强，我们无法抗衡，更无法闯过。恐慌的情绪之下，求生的欲望之中，让我放弃了勇往直前的念头，选择了逃脱。慌乱逃脱之际，我闯入了一个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里。说到此处，皇甫皓月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甚至连眼神也是变得闪烁不定。对于这种情况，楚风没有开口询问，因为这只能说明那个地方
真的对皇甫皓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楚风等待着皇甫皓月继续说下去。那个地方的感觉很奇特，很难说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整体的气息，都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让人感到极为不安。若用恐怖来形容，恰到好处。但是你若要我形容，那里给我的真正感觉，虽然同样是2个字，但绝对不是恐怖，而是神圣。说到此处，皇甫皓月突然苦笑一声，随后看向楚风道：“那里便是我与你相遇的地方。”听到此处，楚风的心跳顿时变得急促起来。尽管表面依然平静，但是内心早已风起云涌，因为皇甫皓月所说的地方，就是楚风来自的地方。皇甫前辈，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楚风忍不住开口询问，因为他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在那个地方究竟有着怎么样的人，是不是他的父母，还有家人都在那里，又或者是有着其他情况。皇甫皓月长叹一声，似是有着难言之意，这才说道：“我皇甫皓月连地藏都进过，不管是别人见过的，还是别人没见过的，古往今来，所谓的大场面，我都见过不少。可是像那样的地方，我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那种神圣的感觉让人窒息，那并非单纯的恐惧，而是由内而生的敬畏。那种敬畏让你望而却步，不敢踏入其中。但是因为我的身后有着索命的生物，所以我不得不踏入其中。而在那里面，我见到了一个男子。那男子话到此处，皇甫皓月突然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目光再度投向楚风，并且此刻他的目光闪烁不定，没有了先前的沉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与惶恐。如果非要形容，那是一种含带了慌张、恐惧、念念不忘以及不敢亵渎的复杂情绪。皇甫前辈，你没事吧？楚风有些担心，因为他意识到这段记忆对于皇甫皓月来说影响太大。听到楚风的话后，皇甫皓月身体微微一颤，这才缓过神来。随后他擦拭了一下额头之上的冷汗，说道：“其实当我见到那男子的时候，我的意识就模糊了，我记不清他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和他很像，这种感觉很奇怪。我的脑海里对于他的模样明明没有概念，但是当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与他很像。”说到这里，皇甫皓月笑了，那是因为他自己都感觉好笑。楚风，这皇甫皓月肯定是见过你的父亲，除了你的父亲，有谁会与你长得这么像？他之所以记不清你父亲的样子，却又觉得你像你父亲，那是因为他的记忆被混淆了。真正的强者是可以在对方不知不觉间混淆他的意识，影响他的记忆的。这段记忆对于皇甫皓月来说，既是模糊的，又是惧怕的。他不敢想起，因为他害怕。你快问他，问他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能让他反复回忆了，必须尽快询问完毕，否则会伤害到皇甫皓月的身体，甚至会让他再度疯癫。就在这时，蛋蛋突然开口提醒皇甫前辈：“那后来呢？你见到那男子后又发生了什么？”而在蛋蛋的提醒下，楚风也是赶忙追问起来。说来惭愧，虽然我未能看清他的样子，但是我却被他吓傻了。你知道我见到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皇甫皓月问向楚风。楚风摇了摇头，问道：“是什么？”还没待他开口，我便跪下了。我不止跪地，我还磕头，我跪地磕头，向他求饶。我皇甫皓月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但也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有生以来让我磕头跪拜的人少之又少，除了父母和师尊，我没拜过任何人。在那之前，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有朝一日我皇甫皓月会为了生存而向他人跪地求饶。可是那天我的确那样做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我有那么的卑微，可是却又那么的心甘情愿。皇甫皓月一声苦笑之后继续说道：“我很怕那男子，是发自内心的怕，就如同平民见到了神邸，那种敬畏是那么的无力抗拒。但实际上那男子对我不坏，他未曾威胁我，也未曾我伤害我，相反还很是和蔼。他将你托付给了我，他告诉我将你带出天路，将你托付给一个姓楚的家族，把你命名为楚风，保护你长大成人。我答应了，我不敢不答应，就觉得必须要答应。而答应之后，我便感觉眼前一片模糊。当视线恢复之时，我已经回到了东方海域。后面的事情你也清楚。回到东方海域后，我的神情开始恍惚。尽管那男子未曾恐吓过我，也未曾威胁过我，但我却自顾自地认为必须完成他的使命，否则他便会杀了我。对于死，我不是那么的恐惧，但是只要想到是他要杀我，我就害怕的不得了。我很清楚，我是被吓坏了。我知道我这样下去迟早会疯掉，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是那么的无能为力。在疯癫之前，我去见了符彦一面，告诉他不要踏入天路。之后我便前往了九州大陆，想在那边将你安置好。其实在东方海域，楚姓的家族也是不少，但是我不敢将你安置在东方海域，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即将失去保护你的能力。我不能保证在东方海域这种地方是否能让你安然的长大成人，所以我才将你带到了九州大陆，选择了一个小户人家，因为我觉得凭借我的危险足可以让他们惧怕，不敢对你不好。而在将你托付给楚家后，我也曾暗中监视了一段他们，直到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之后才离开，因为我怕我疯癫后控制不住自己，伤害到你。后面的事情我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了。皇甫皓月说道：“前辈，那你可还记得你所说的地方，那个男子所在的地方位于天路的什么位置？”楚风追问道。皇甫皓月提供了线索，但是却没有给予他想知道的答案，所以他必须亲自前往天路去探个究竟。我记不清了，但若天路内的一切不变，在遇到第二群不明生物后前行一段，然后向东走，应该可以寻找到皇甫皓月。以一种不确定的语气说道：“多谢皇甫前辈。”楚风对皇甫皓月施以一礼，没有再继续追问，因为他知道再多问也问不出什么。与其让皇甫皓月继续回忆那段揪心的记忆，还不如就这样了。不用谢我，其实当初若不是遇到你，
也许我早就死在天路之中。不管这些年我经历了什么，我总归是活了下来，并且我的修为能够在不知不觉间踏入8品武王，也绝非偶然。我感觉现在我的天赋比当年还强，也许有朝一日我会踏入5帝境，成为一位5帝强者，而这全靠了你。要说谢，应该是我谢你才对。皇甫皓月很是感激地看着楚风。对于皇甫皓月这番话，楚风并未反驳，毕竟皇甫皓月说得很对，要不是遇到楚风，也许皇甫皓月早就死在天路之中，又怎么会有今日？虽说皇甫皓月疯癫了很长一段时间，承受了一些苦痛，但却也得到了很多。就如他所说，他在疯癫之中根本不懂修炼，但是如今修为却得到增强，不仅修为，就连整体的领悟力也都得到了增强，这便是他的收获。而这种收获来自何处，他很清楚，并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疯癫，让他知道人生最重要的并非是修武，所以他尽管有望冲击5帝，但却并不打算踏入5之圣土，而是留在东方海域，陪在秋水浮烟的身边。楚风，我知道你一定会去天路，我根本阻拦不了你，所以我也不准备劝你，但是那里真的很危险，你可以去，但我不建议让紫菱他们陪你去，因为你与他们不同，你的意志力很强，你能闯过天路，他们未必可以。皇甫皓月提醒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心中已经有数。”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与皇甫皓月返回了缥缈仙峰。回到缥缈仙峰，楚风便将紫菱、苏柔、苏美、将无伤还有张天翼叫到了一起。只不过看着那脸上洋溢着喜悦笑容的他们，楚风却是有些难以启齿。他们都是有梦想的人，并且也不惧怕危险。他们里当去5之圣土闯一闯，楚风真不知道该如何劝他们留下来。楚风师弟，有一件事，我和无伤弟弟想和你说一下。突然，张天翼开口了，并且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有着些许歉意。张师兄，有什么事情，你直说便是。楚风问道。楚风师弟，真是抱歉，我和无伤弟弟不能陪你去5之圣土一起闯荡了。张天翼很是抱歉地说道。而江无伤也是在一旁，面带歉意地看着楚风。张师兄，无伤弟弟，你们的意思是？对于张天翼的这番话，楚风有些意外。楚风大哥，咱们兄弟说好了，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可是我们的修为与你差距太大了，我们不想让你进入5之圣土后处处小心翼翼，因为我们而束手束脚，影响了你的前程。所以我们已经与浮烟姐姐商量好了，她允许我和天翼大哥留在缥缈仙峰修炼，传授我们缥缈仙峰上的修炼之法。不管怎么说，缥缈仙峰都是传自远古的遗物，连将七杀他们那些来自5之圣土的人都这么想要得到缥缈仙峰，这就说明了他有多么利奥的。所以我与天翼大哥留在此处修炼，未必就不如你，说不定有一日还会追上你。而等到我们觉得自己不再拖你后腿了，便去5之圣土找你。江无伤笑嘻嘻的道：“你们真的决定了？”楚风问道。恐怕你无法动摇我们的决定。张天翼与江无伤一同说道。楚风哥哥，我与苏柔姐姐和苏梅姐姐也正有此意。就在这时，紫菱也是突然开口了，而苏柔、苏美则是分别搀着紫菱两边的胳膊，一脸甜甜的笑意。你们也要留在缥缈仙峰吗？楚风更感意外，我现在的天赐身体虽然解开，但是修为却太弱，就像张大哥说的，以我们现在的修为，进入5之圣土真的很危险，还不如先在此处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等有了一定的资本，再踏入那片土地与你会合不迟。紫菱点了点头，而连他们都这样说了，楚风着实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这一刻，楚风的内心却有一些不舍。当初说好一起闯5之圣土，如今却要他独自一人，没有了爱人，没有了兄弟的陪伴，不管新的征程有多精彩，总归是少了一份分享，多了一份遗憾。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却也是楚风所希望的，所以楚风心中不仅有不舍，还有感动。他很感激紫菱他们的小心思，楚风心里明白他们有多希望与楚风一同进入5之圣土，只是他们太为楚风着想，所以才主动放弃了。而距离天路开启还有一些时日，所以楚风也并未急着离开，因为在他离开之前，这缥缈仙峰还举办了一场喜事，那便是皇甫皓月与秋水浮烟的婚礼。这场婚礼并没有外传，举办的也并不隆重，但是在场的却全部是真心祝福他们的人，总之很是温馨。而在众人的祝福下，这位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并且缥缈仙姑因如今修为被废的缘故，她已经是无法守护缥缈仙峰，所以她将守护缥缈仙峰的任务交给了秋水浮烟与皇甫皓月，让他们一同守护此处。至于残夜魔宗，楚风则是全权交给了秋残风。虽然楚风将要离开，但是对于残夜魔宗的人来说，楚风永远是他们的宗主。终于到了天路将要开启的日子，通天海便是天路开启的地方。天路每年都会开启，每年都会吸引不少人前来观看，他们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天路的打算，来到此处不过是为了见识一下壮观的天路。不过今年来到此处的人却是格外的多，是每年的数千倍，甚至比当年焚天圣教举教签往5之圣土之时还要热闹许多。茫茫身影密布天上海中，壮观无比。而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有传闻说今年天路开启，会有一位名震东海的大人物将要进入其中，那便是在缥缈仙峰凭借一己之力灭掉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斩杀慕容命天和江七杀3兄弟，如今残夜魔宗宗主楚风。快看，是楚风！楚风他真的来了，看来他真是准备在今年进入天路。突然人群之中传来一声惊呼，很快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那人所指的方向。人们能够看到浩浩荡荡的人流正踏空而行，缓缓而来。这一刻所有人的情绪都变得异常激动，
兴奋之情弥漫在这片天地。在那浩荡的人海之中，名震东方海域的大人物简直数不胜数。但是此时此刻，最为引人瞩目的却是一道年轻的身影，那便是楚风。此刻，楚风他胯下骑着一头飞天马，他是那么的意气风发，他是那么的年轻，不是多么英俊，却又挂满坚毅的脸上挂着自信而又迷人的笑容。在他的左边是苏柔、苏美和紫菱，在他的右边是江无伤、张天翼以及楚家众人，而在他的身后则是缥缈仙姑、秋水浮烟、皇甫皓月、秋残风、血喜月以及残夜魔宗的众多顶级高手。但毫无疑问，此时此刻，楚风才是这方天地的焦点。楚风出现后，这片海域顿时沸腾了。老一辈人物看着楚风不住的点头，一边对族内的小辈讲述楚风的事迹，一边告诉小辈要以楚风为榜样，努力修武，成为一代人杰。搞得那些年龄不大的小孩子一个个眨巴着天真的大眼睛，看着楚风简直就不像是看待一个人，更像是看待一个神，眼神之中充满了炙热的崇拜之色。在这片土地生存，尤其来自修武世家，每一个小孩子的童年梦想都是成为一个顶级的修武高手，而楚风便是他们想要成为的人。不过相比于老一辈人物慷慨激昂的交谈和小辈孩童那发自内心的崇拜，与楚风年龄相仿的年轻一辈可就显得喧闹许多。他们皆是在欢呼，甚至有人在尖叫。对于楚风的敬仰已近癫狂，男子倒还好说，他们对楚风就如同那些孩童差不多，更多是崇拜，觉得楚风为他们这一代人争光，所以才对楚风如此敬仰。但是那些女子们可就完全不同了，她们对楚风不仅是崇拜，更有爱慕，甚至很多女孩子都把楚风定为自己择偶的标准和梦中情人。如今自己的梦中情人就这样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激动？情绪自然失控。我楚风哥哥现在好受欢迎啊！对于这样一幕，苏美笑嘻嘻地说道，但是话语之中却是有着几分醋意。至于楚风，则是淡然一笑。对于这种情况，楚风真是见惯不惯。修武者的世界就是强者为尊。想当初他被诛仙群岛通缉的时候，简直就像是过街老鼠，肯帮助他的人少之又少。但是转眼之间，他又成了东方海域的全民偶像。这种差别着实是有些大，但却是楚风自己争取来的。就在这时，海域的深处开始传来阵阵轰鸣。与此同时，那浪花翻腾的海面之上开始出现一圈圈巨大的漩涡，漩涡卷动，浪花更是凶猛。尤其是那漩涡的面积在海平面上不断扩大，最后无数道巨大的漩涡几乎密布了这方海域，当真是壮观无比。突然之间，自那漩涡之中爆射出道道粗壮的光束，那光束从海中漩涡射出，在天际之上交织到一起，最终形成了一道金灿灿的大阵。那大阵面积极大，上破云端，下入深海，就如同一道阻隔天地的金色高墙，又是一轮璀璨的太阳，竖立在天地之间。原来这所谓天路，还真是一种神奇的阵法。看着此刻竖立于天地的金色大阵，楚风内心颇感吃惊。尽管之前他也曾听说过这天路是由通天海中隐藏的阵法所开启，但是当亲眼目睹之后，仍是感到吃惊。这样的阵法无需仔细观察，单用肉眼来看也能看出有多么复杂，多么强大。布置这种阵法的人将是何种境界和修为？当这阵法浮现之后，便开始急速运转，所有人都能看到，在大阵的中心，一个入口正在缓缓浮现，而那便是天路的入口。天路成功开启了。看着那已然开启却又深不见底的入口，众人的内心皆是激荡起既兴奋又胆怯的复杂情绪。天路通往五之圣土的地方，自古至今踏入其中的人数不胜数，但是除了皇甫皓月外，进入天路的人却没有一人再出现过。而且皇甫皓月也曾对外宣布过，他并未通过天路，所以更未进入过五之圣土。虽然他没有告诉世人他是如何从天路出来的，但是他却告诉了世人，除了他之外，焚天圣教之人皆是葬身天路之中。而这的确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之前就有很多人怀疑天路会不会是一条不归路，如今听到皇甫皓月这么说后，更是认为天路非寻常人能闯过。所以哪怕此刻天路已然开启，但是却没有人敢踏入其中，哪怕是那些准备进入天路的人，此刻也是站在天路外迟迟不进，而是一个个的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大哥，看来他们都希望你做这个出头鸟呢。江无伤嘿嘿笑道。而对于此话，楚风也只是淡淡一笑，他又岂会看不出众人的意思？尽管楚风如今的修为只是8品5军，可是当他在缥缈先锋做出那等壮举后，很多人都觉得他才是如今东方海域的第一强者，并且传闻楚风是要踏入天路的。这些同样准备踏入天路的人，自然是想抱着楚风的大腿，跟随楚风，好讨得一些便宜。可是倘若他们知道连楚风自己都没有绝对的把握通过那天路，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心情。然而就当在场之人都将目光锁定在楚风身上的时候，楚风却是突然眼前一亮，因为他发现一道身影已然自虚空浮现而出，正在向天路的入口行去。而那个人他认识，乃是淡台雪。淡台雪，等一等！见到淡台雪，楚风赶忙开口呼唤，与此同时也是身形一纵，向淡台雪飞掠而去。淡台雪，他便是那位来自五之圣土的天赐神体。听得楚风的呼唤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淡台雪。只要想到这位乃是来自五之圣土的天赐神体，众人的眼中不免多了几分敬畏之色。有事吗？而听到楚风的呼唤后，淡台雪也是止住了步伐，转过身来淡淡的问道。此刻的淡台雪仍是身穿一袭白色长裙，头戴遮面的斗笠，最主要的是他给楚风的感觉依然是那么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陌生。我只是想谢谢你。楚风这句谢谢
是发自内心的。当日若不是蛋台雪以狂百年为筹码，将紫菱他们给换取过来，哪怕楚风练成仙转玄功，也不会那么容易便将慕容命天和江七杀击败。那一战，蛋台雪乃是功不可没。当初我只是做该做的事，你不必谢我。不过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蛋台雪说道。什么事？楚风问道。登天路，逆天行，进者生死参半，退者必死无疑。记住，进入天路后，不管见到多么可怕的东西，那都是幻象而已，他们只是在考验你的勇气。只要无视他们，无惧他们，便可一路畅通无阻，直到穿过天路，进入五之圣土。蛋台雪的这句话是用传音说的，很明显，他不想将这个消息传达给其他人。人有私心，蛋台雪也不例外。谢谢你的提醒。尽管在此之前，楚风已经听过这句话，但是蛋台雪今日再次提起，则让楚风闯过天路的信心再度增添几分。因为这多半说明这句话所说是真的，并且相比于皇甫皓月，蛋台雪的这番话说得更透彻。不管那天路中的东西多么可怕，皆是幻想，只要无视便可。这对于楚风来说根本不难。不用谢我，有些东西说着容易做着难，究竟能否通过天路，还要看你自己的本事。而说完这句话后，蛋台雪便再度转身，直接掠入了那天路之内。可见他根本不打算与楚风同行。刚才的话真的只是提醒，楚风的生死与他无关。而在蛋台雪动身之后，那些准备进入天路的人群之中，竟有着几十人纷纷动身，施展出巧妙的身法武技，发挥出最快的速度，紧随其后的向蛋台雪追了过去。他们应该是觉得蛋台雪是五之圣土的人，知道通过天路的方法，所以想要跟在身后捡个便宜。在蛋台雪进入天路之后，楚风并没有追上去，而是反身来到紫菱等众人的面前，进行短暂的告别。告别之时，难免不舍，但是不管是楚风还是紫菱等人，没有一人表现的不舍，反而脸上皆是挂着鼓励的笑容。而在短暂的告别之后，楚风这才再度转身跃入那天路之中。而在楚风掠入之后，那些准备进入天路的人也都纷纷纵身而起，追随着楚风的步伐，一同飞进了天路之内。只不过楚风却没有看到，在他进入天路的那一刻，紫菱等众人脸上涌现出的担心与失落。进入天路起初是一片黑暗，给人的感觉这里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一路前行，很快的前方便出现了光芒，那是湛蓝色的微光，是一种漂浮物体所发出的。那湛蓝色的光体有西瓜大小，几乎遍布着浩瀚的世界。一眼望去，这里不像是一个空间，更像是一座星空，既漂亮又神秘。不过还没有深入多远，楚风一行人便看到了几十道身影，他们正自天路的深处向楚风等人的方向飞来。看到楚风后，点头陪笑，齐声说道：“楚风大人，跟丢了。”楚风淡淡的笑道：“因为这几十人就是之前跟随蛋台雪率先进入天路的人，不过很显然，他们没有跟上蛋台雪的步伐。”对于楚风的问题，众人略显尴尬，只是挠头傻笑，没有回答。但正是他们这样的反应，确定了楚风的猜测是对的。这一刻，楚风回头扫视了一眼，发现在他的身后跟着几百人，加上这几十人，也不足1000人。虽说人数不是很多，但却都是精英，大部分是中年人，都有着五军境的修为，剩下的便是老一辈的修武者，他们皆是五军巅峰，甚至有一位竟是一品武王，这是一个老妇人，楚风未曾见过，应该是一位隐世高人。不过此时此刻，哪怕是这位修为在一品武王的老妇人，在楚风的面前也没有一点架子，相反还显得颇为拘束与谦卑。虽然现在来看，一位一品武王的老一辈强者对待8品武军的年轻人如此态度，很是怪异，但是只要想想楚风的所作所为和如今在东方海域的地位，这倒也见怪不怪了。而连这位一品武王都这般，那其余的人对楚风就更加毕恭毕敬。天路内有凶险，你们现在若是想回头，还来得及。楚风开口劝道：“楚风大人，我们既然踏入此处，就早已下定决心，就算是死，我们也不会回头的。”是啊，楚风大人，我们知道您一定能够通过这天路，请您带我们一起闯过天路，可以吗？可谁曾想，楚风此话一出，不但没有一人退缩，众人竟联合到一起，向楚风祈求。看着那一脸决心并且诚恳祈求的众人，楚风也是为之动容。于是他对众人说道：“这天路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闯过，就更别提带着你们一同闯过了。不过我倒是可以提醒一下你们，这天路考验的是人的勇气，所以等下无论看到怎样凶险可怕的事物，都不要惧怕，也不要闪躲，因为那皆是幻想。只要跟随我一同冲过去，便说明事情都没有。但你若是惧怕，就定然会丧生于那幻想之中。楚风大人放心，我等既然敢进入这天路，别的没有，这份勇气肯定是有的。多谢楚风大人提点，我等自然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不管前面遇到怎样的凶险，都绝不退缩，一往直前。”听过楚风的话后，众人纷纷表态，一脸的决然。那好，大家跟上我的脚步，记住，无论见到什么，千万不要惧怕，只要跟着我向前走，就不会有事。楚风身形一转，便张开天眼，径直的向前方飞掠而去。虽然这些人的确会影响楚风的前行速度，但毕竟他们都是来自东方海域的人，在东方海域也许感觉不到什么，但当离开东方海域之后，多少还是有着一些亲切感的。所以楚风既然能帮他们，自然会尽力的帮一帮，若是可以，自然希望将他们全都带入五之圣土，那片堪称圣地的世界。只不过前行没有多久，在天路的深处，便隐约间开始传来阵阵怪异的声音，那声音非常瘆人，让人不寒而栗，似是孩子的哭声，似是女人的尖叫，又似野兽的咆哮，总之异常恐怖，并且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并且越来越刺耳。此时此刻，
很多人都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可以确定，在这天路之内的确有着可怕的东西，并且眼下那些东西正在向他们靠近。这一刻，楚风不由眉头微皱，并不是他害怕了，而是他发现，在他身后的人群之中，已经有人开始微微颤抖。那些东西刚刚出现，还未真正的靠近，就已经有人惧怕了。这让楚风不由得想起皇甫皓月所过、焚天圣教的遭遇，以及淡台雪先前所说的话。有些事情说着容易做着难。总之，这天路的确不好闯。他已经预感到，跟随他的大部分人将要死在这场危机之中。不要怕，记住，无论那是什么，无论他们有多可怕，全部都是假的。跟着我一起走，就可以闯过去。楚风再度提醒道。遵命！众人齐声应道。表面看似气势不凡，但实际上已有人心虚跟上。楚风说话之间，便迈开步伐，踏空而行，向那惊悚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那些人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上去。而随着他们的前行，再加上那些不明物体正在靠近，所以那种古怪而惊悚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刺耳。终于，在天路的深处浮现出一大片血红色的气体，那血红色的气体铺天盖地，无边无际，滚滚翻腾，几乎封闭了前方的道路。而那恐怖的声音正是来自那血红色的气体之中，并且此刻那血红色的气体正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向楚风等人扑杀而来。那种感觉就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恶鬼终于寻找到了可口的美味一般，想要将楚风等人吞噬。这一刻，有更多的人开始慌了，尤其是随着那血红色气体的靠近，人们能够看见，在那血红色的气体之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东西？被撕裂的手，被斩断的头，被劈开的身体，被挖出的内脏，在那血红色的气体之中，竟然全部都是残肢。最主要的是，那残肢还在蠕动，并且发出各种怪异的叫声。虽说它们没有实质性的力量，但是却渗透出一种难以抵挡的气息，那是恐怖到令人窒息的气息。大家听好了，这不是简单的幻想，会迷惑心智。你们跟紧我，千万不要退缩。扫视了一眼那血红色的气体，楚风则是再度高喝一声，凭借天眼的力量，他已然看穿这些东西是幻想，只不过这却并非寻常的幻想，这些可是具备着杀戮的力量。虽然与其他幻象不同，但是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吓唬人的东西罢了。这种东西根本吓不到楚风，所以此刻的楚风毫不犹豫地便飞奔而起，向那血红色的气体飞奔而去。对于楚风的举动，那些人则是吓了一跳，因为在他们眼中，怎么看都觉得楚风像是在往火坑里跳，是在自寻死路。但是想了想楚风之前所说的话后，大部分人还是咬了咬牙，跟随楚风冲了过去。只不过却也有一部分人因为难以抗拒那血红色气体所散发的恐怖气息而心生恐惧，犹豫再三，并未跟随楚风冲过去，而是调转身形，向来时的道路飞奔而去，选择了逃脱。对于这种情况，楚风早有预料，所以他也不予理会，更没有开口劝阻。该说的他早已经说过了，究竟能否成功闯过天路，还是要看他们个人的造化。所以眼下，楚风只能顾好他自己。在楚风的狂奔之下，他终于掠入了那血红色的气体之中。这一刻，楚风的四面八方皆是刺耳的咆哮，那声音异常的瘆人，让人心神不宁，并且此时此刻，一种烂肉臭血的腐蚀气味也是无法抵挡的凶猛而来，甚至能够感觉到那些残肢断臂不断的碰撞自己的身体，恶心至极。眼下，楚风他们就像走进了一个浩瀚无边的血池之中，需要踩着那些恶心的腐肉与残肢前行，并且这座血池之内有着无数道冤魂在寻找机会向他们索命，让他们加入这可怕的阵营。不过，哪怕这血池再可怕，却也影响不到楚风。凭借天眼的力量，哪怕眼前的腐肉再多，也无法影响楚风的视线。至于那冤魂的咆哮，楚风也早就无视，他就像是在奔走在寻常的天际一般，速度极快，丝毫不受影响。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楚风这样的定力。事实上，那些跟随在楚风身后的大部分人，此刻都已乱了心神。要说他们不恐惧、不害怕，那是假的，他们完全是硬着头皮跟着楚风冲进来的。但是，这血红色的气体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那些人尽管紧跟着楚风的步伐，头也不回地在向前奔跑，可是那些腐烂的残肢以及那些无形的冤魂，却仍然向他们发动了攻击。最主要的是，那腐肉以及冤魂的攻击，竟然是无法抵挡的。一时之间，各种惨叫响彻不断，跟随在楚风身后的大部分人都惨死在了那腐肉的攻击之下。而当那惨叫响起后，当那些人真的被杀死后，那些恐惧之心本不是很重的人也是受到影响，这导致他们也遭到了那些腐肉的攻击。楚风大人，您不是说这些都是幻想，只要无视便可吗？这若真是幻想，又怎么会杀人？甚至有人慌乱之下开始质问楚风，只不过等待他的却是难以逃脱的死亡。惨叫声此起彼伏，不断的在楚风身后响起，但是楚风却连头都没有回，而是一路狂奔。终于，他冲出了那血红色的气体。只不过，当楚风停止步伐，回头观望之际，视线内却只有那家带着恐怖声音正在急速远去的血红色气体。至于那些本跟在他身后的数百人，却音讯全无，连一个都没有留下，就如同他们从未出现过一般。看着那渐行渐远的血红色气体，楚风忍不住叹息一声，说到底那是数百条生命，并且是与他一样都是来自东方海域的人。楚风是打心眼里希望他们能与自己一同抵达五之圣土的，不过很是可惜，那些人的心智不够坚定，连这第一关都未能过去，就更别说后面的考验了。他们注定闯不过这天路，这怪不得你，是他们自己不行。这天路要是那么好闯，岂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五之圣土了？
淡淡笑嘻嘻的开口了，声音依旧甜美，只是在他的语气之中，对那些刚刚惨死的人却没有一丝同情。那些东西说是幻想，但却也不是寻常的幻想，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无视他们的。楚风点了点头，便不再多想，而是继续前行。没了身后的众人跟随，楚风一路走来，虽显得颇为孤寂，但却也没了后顾之忧，所以游荡在这天路之内，倒也显得自由了许多。楚风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再遇到先前那样的考验，只是这天路却是有所变化。天路不再像是一座无边无际的美丽星空，因为那些湛蓝色的光芒体已然开始减少，并且越是前行，数量越少，直到彻底消失。这天路再度变得黑暗无光，换作是寻常人，根本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辨别方向。不过楚风除外，楚风凭借天眼能够一直锁定前往的道路，不过他却并未规矩的前行，而是四下游荡进行搜寻。因为楚风进入天路最重要的任务，并非是进入五之圣土，而是寻找他出生的地方。与此同时，在东方海域，天路已经关闭，看着那消失的天路入口，以及渐渐恢复往日模样的通天海面，紫菱、苏柔、苏美、张天翼、江无伤的脸上却涌现出了淡淡的悲伤和浓郁的不舍。大部分围观之人都散去了，残叶魔宗的大军也在邱残风等人的带领下离去。渐渐的，这方喧闹的海域之上已经彻底恢复为以往的模样，响彻在四面八方的不再是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而是狂躁的风声和汹涌的海浪。天际之上只剩下了几十道身影：秋水浮烟、黄甫皓月、缥缈仙姑、太寇、青龙道人、江氏老祖以及楚家众人，还有紫菱五人。看着那目光不肯移开的紫菱等人，秋水浮烟他们彼此互望一番后，多少都是有些心疼。他们能够理解紫菱等人的心情，紫菱等人与楚风那般亲近，肯定非常担心楚风的安危。毕竟这天路不是那么好闯的。但是提到楚风的安危，秋水浮烟等人又何尝不担心？其实他们知道，紫菱五人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不能陪楚风一起闯天路。紫菱，我们该回去了。犹豫许久，秋水浮烟还是开口了：浮烟姐姐，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听着秋水浮烟的召唤，紫菱等人赶忙转过头来，一脸的强颜欢笑。看到这样的紫菱等人，秋水浮烟却更为心疼。放心吧，以楚风的本事，闯过这天路不难。我坚信，在五之圣土那片土地，那小子也能够混得风生水起。秋水浮烟安抚道：我知道，当初我第一次看见楚风哥哥的时候，他比我要弱上好多，一点也不开玩笑地说，我那个时候还真没将他放在眼中。紫菱甜甜一笑，回味起了当初与楚风相见的一幕，但是我却败在了他的手中。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他有多么强大，所以我从不怀疑他的本事。哪怕当初我被父母强行带回东方海域，我也坚信终有一日他可以将我带走，而他也真的做到了。现在我依然坚信他。只是话到此处，紫菱脸上的甜美笑容虽然依然健在，但是声音却是有些哽咽。只是你还是会放心不下他，对吗？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一个老者淡淡的声音却突然自紫菱的身后响起：前辈。而这一刻，秋水浮烟等人的神情也皆是一变，因为此时此刻出现在紫菱身后的可不是寻常人，这竟是那位盲眼老人。盲眼老人负手而立，他闭着双眼，却好像能够看见紫菱。他的修为依旧不高，但给人的感觉却是那般的高深莫测。小姑娘，不要哭，老夫也许能够帮你们。盲眼老人再度开口道：前辈，您的意思是？听得此话，紫菱等五人顿时眼前一亮。你们五个娃娃资质皆是不错，可是想要追赶上楚风那小子，凭借你们自己恐怕遥遥无期。哪怕是你这丫头贵为天赐神体，但恐怕也是没戏。这样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楚风的累赘。你们会得到楚风的帮助，但想帮助楚风分担什么，那就别想了。盲眼老者面向紫菱，淡淡的笑道。而听得此话，紫菱等五人已是恍然大悟，对方是高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对方的这番话更是另有深意，所以紫菱等五人彼此互看一眼后，便齐齐点头，随后一同半跪于天际之上，向盲眼老者施以叩拜大礼，并且一同说道：我紫菱，我苏柔，我苏美，我江无伤，我张天翼，愿拜前辈为师。哈哈，悟性不错。对于紫菱等人此举，盲眼老者哈哈一笑，随后抚摸着那雪白长须，说道：你们若是我的弟子，我自然会传授你们本事，不过想要成为我的弟子，可也没那么简单。只要前辈肯收我等为徒，再苦再累，我等皆是愿意。紫菱等人齐声说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想错过。对于紫菱等人的表态，盲眼老者再度微笑，随后道：话可别说得太早，老夫的考验可不是寻常人能够经受得起的。话音落下，盲眼老者嘴角的笑意变得更为深沉。对于盲眼老人出现的事情，楚风并不知晓，他一直在这天路之中寻找。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楚风已经在这无边无际的天路内游荡了数日之久。而皇天不负有心人，渐渐的，楚风竟在这浩瀚无边的天路内寻找到了天路的边际。这边际很特殊，似是岩石，但却又不像岩石；似是钢铁，但却绝非钢铁。说它是阵法，却也不像阵法。总之难以形容，但却坚不可摧。不过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楚风吃惊的是，顺着边际前行一阵后，楚风竟然在边际上发现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很是辽阔，并且很是深邃，没人知道这个通道的深处是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楚风，这个通道可绝对不是通往五之圣土的。出于好奇，楚风进入其中，可越是深入，楚风越是惊叹，因为在这通道的两端，
开始出现座建筑，甚至开始涌现出危险的气息。最终，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道威严的大门。这座门真是非常的大，并且很不简单。如果非要形容这道大门，更接近九州大陆那座地藏的地门。虽然接近，但却又有所不同。至于究竟是哪里不同，楚风也是说不清楚。总之，行到此处，楚风已经能够基本确定，这里的一切应该是人为打造，这里更像是一座领地。楚风打不开这座大门，他也不敢打开，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座大门的另一端蕴含着怎样的凶险，那是他根本无法应对的凶险。甚至楚风觉得，若是此刻那大门打开，其中的凶险将会让楚风万劫不复。无奈之下，楚风只能动用天眼一探究竟。不过可惜，依然无用。楚风的天眼也无法看破这道大门。楚风，怎么样？你对这里可有熟悉的感觉？见天眼无用，淡淡询问起楚风在此处的感觉。没有，这里的确很像是一座领地，但我却感觉很陌生。我应该没有来过此处。何况，按照皇甫前辈所说，如今咱们所在的位置也不可能是他遇到我的地方。楚风摇了摇头，此处虽然神秘，并且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凶险，说明此处的建造者很不一般，但是却与皇甫皓月形容的有所不同。至少楚风没有感觉到这里神圣。同样的，这里虽然不简单，但是楚风却也并未有所惧怕。他知道，只要不擅闯这道门，他便是安全的。这样的体验与皇甫皓月当初的体验可谓完全不同。就算有些事情人与人的感觉会有所差距，但也不至于这般悬殊。所以楚风确定，这里绝非是皇甫皓月遇到他的地方。那就奇怪了，是什么人会在这里建造一座领地呢？淡淡不解，因为他知道这座大门后面不一定有人居住，但肯定有着什么。这里是被人占据的地方，谁知道呢？这天路本就神秘莫测。楚风淡淡一笑，便回转身形，向来时之路返回，因为他知道在此处继续徘徊也不会有所收获。离开此处后，楚风继续探索，而令楚风意外的是，如同先前那样的领地竟然不止一座。在此之后，楚风竟然又摸索到了一处，这一处的建筑风格与先前那一处完全不一样，甚至建造的年代和带给楚风的感觉也是不同。这两处领地绝对不是同一群人建造的。最主要的是，楚风觉得天路如此之大，在如此距离之下就发现两处不同的领地，这绝对不是巧合。恐怕在这天路之内还有其他领地，而当初皇甫皓月遇到他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天路之内众多的领地之一。奇怪，这天路之内怎么会有这么多领地？这里莫非隐藏着什么秘密？楚风内心激起了种种疑问，他越来越觉得这天路不简单，这绝非只是从东方海域通往五之圣土的一座通道这么简单。不过无论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却也不是如今的楚风能够破解的。他眼下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找到皇甫皓月遇到他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父亲所在的地方。经过这些日子的游荡，楚风并未遇到任何生物的攻击，甚至没有再见到任何活着的物体，所以楚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天路的考验应该是与行程有关。他这样四处游荡，虽然也在前行，但却行进缓慢，短时间内是不会在这天路内遇到皇甫皓月所说的第二波不明生物的。若想快点寻得自己的出生之的，楚风必须尽快前行，待得通过那第二轮考验之后，那里应该就能找到他的出生之地。决定之后，楚风便不再四处游荡，而是施展全力继续前行。而果不其然，在楚风前行一段时间后，他的前方果然出现了危险的气息，尤其是眼下，楚风已经能够听到阵阵轰鸣之声，那是有人交战所造成的声响，并且这交战的威势还绝不简单，至少是武王级的高手在交战。然而，当楚风继续前行之后，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大群怪物。那怪物体积巨大，每一只都高达几十米，并且它们的长相异常丑陋，不仅三头六臂，并且还散发着极重的煞气。那怪物一眼望去，至少数百万指，每一只的修为竟都在武王境，甚至在这其中还有武王巅峰的存在。数百万只武王境的怪物，这简直令人想象便会不寒而栗。又何况眼下就这样真切地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便是皇甫前辈所说的第二波不明生物？见到这些怪物，楚风也是难以淡定了，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些怪物可不像是幻想，甚至可以确切地说，他们绝对不是幻想，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不过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此刻的确有人在与那怪物交战，而那个人竟是淡台雪。此刻与淡台雪交战的有数十只怪物，他们的修为从4品武王到5品武王不等，每一只的修为都远在淡台雪之上，并且他们的战力极强。单从他们所发动的攻击，楚风就可以看出这些怪物有多强大。如果说眼下是淡台雪在与这群怪物交战，倒更不如说是这群怪物在戏耍淡台雪。没错，是戏耍。这些怪物的确是在戏耍淡台雪，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哪怕淡台雪是天赐神体，但是想要杀掉淡台雪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已。并且在这些怪物与淡台雪交战的同时，其他围观的怪物还会时不时的发出怪叫，那是嘲笑的声音。楚风，快走！这些怪物不是幻想。见到这一幕，哪怕淡淡也是有些慌了，因为他能够感觉到这群怪物是多么可怕的存在，他们身上的气息嗜血、冷酷、残忍，几乎集结了所有阴暗的东西。这简直就是一群为杀戮而生的怪物。若是被他们发现楚风将必死无疑。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然而楚风却是摇了摇头，因为他无法做到放任淡台雪不管。淡台雪，不要慌，不要忘记，这只是考验，不管他们是不是幻想，但只要你心无恐惧，他们都无法奈何于你。楚风以为
是蛋台雪失去了本心，被这群怪物的实体所吓倒了，所以便传音提醒于蛋台雪。该死，你怎么也来了？快走！这些东西根本不是天路之内的考验，不管你心中有没有恐惧，他们都会杀了你。快走！听到楚风的传音后，蛋台雪恍然一惊，赶忙传音回复：什么？这些怪物并非是考验，那他们是什么？而听得蛋台雪的回复后，楚风也同样面容大变，眼中涌现出了惊骇之色，因为楚风能够听出蛋台雪的这番话绝非玩笑，看来今年收成不错，竟然来了2只。小子们，把那只公的也给我抓过来！然而，就在楚风意识到情况不对之际，一道充满戏谑却又蕴含着邪恶气息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糟了！这一刻，楚风暗叫不好，但却为时已晚。几乎在那道邪恶的声音落下的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已是瞬息而至，笼罩了楚风。那威压太强了，强到楚风无法抗拒。楚风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实力有多可怕，对方乃是武王巅峰，只差一步便可成为武帝的存在。在这股威压之下，楚风完全被束缚，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几只巨大的怪物已是来到楚风身前，将楚风包围起来，其中一个更是直接探出大手，用那尖锐的指甲勾住了楚风的衣领，将楚风提了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强大的巨人抓住了一只弱小的蚂蚁一般。对方不仅实力强大，身形也是巨大，在他们的面前，形容楚风最贴切的词汇乃是2个字：渺小。那些怪物抓住楚风后，便将楚风丢到了蛋台雪的身旁，而那些本与蛋台雪打斗的怪物也是停手向后退去。与此同时，那些体型巨大、嗜血如命的怪物则是里3层外3层的，将楚风2人团团包围，各种怪异而恶心的笑声响彻不断。那个模样，他们根本不像是在看待一个人，而像是在看待2只玩物。楚风一边警戒地看着那一张张丑陋的面孔，一边将目光投向蛋台雪，这才发现此刻蛋台雪胸部起伏剧烈，气息也是混乱不定，说明先前的交战他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就如同楚风所想，这群怪物想杀蛋台雪简直轻而易举，他们是故意戏耍蛋台雪。蛋台雪，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暗中传音向蛋台雪询问：你问我，我问谁？蛋台雪的回答很是冷漠，可能知道对方是在戏耍他，所以他现在的很是暴躁和愤怒。你不认识这些东西，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些东西不是天路之内的考验？楚风继续追问：因为我确定天路内的考验皆是幻象，而这些家伙明显不是幻象。蛋台雪不耐烦地回道：蛋台雪，那你说这些家伙会不会其他进过天路的人所遗留下的东西？楚风问道。楚风已经有了猜想，既然在这天路之内会有那么多领地，并且他也是出自天路，那这天路内有其他存在也很正常。而蛋台雪对这天路似乎了解一些，所以楚风想要确定一下他的猜测是否正确，说不定能够在绝路之中寻得一条生路。听得楚风之话，蛋台雪则是一愣，若有所思地想起了什么，但是最终却很是冷漠地瞥了楚风一眼，说道：你哪来这么多问题？那么喜欢问，干嘛不直接去问他们？对，我干嘛不直接问他们呢？然而听得蛋台雪这样一说，楚风却是淡淡一笑，随后竟然很多将目光投向那群怪物，很是随意地扫了一圈后，高声问道：你们是何来路？为何挡住我们去路？而楚风此话一出，那怪物群中则再度响起一阵邪恶的笑声，随后巨大的怪物开始分散开来，一只与众不同的怪物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其实这只怪物要论其外貌，除了体型更为高大一些，看似更为强壮一些外，与其他怪物倒也相差不多，但是他的实力却要在其他怪物之上。他的修为乃是9品武王，他便是凭借威压束缚住楚风的存在，而从其他怪物对他的态度也能看出，他应该是这数百万怪物的头领。因为怪物众多，并且体积巨大，所以当这个怪物刚刚出现的时候，与楚风距离还很远，他一步一步靠近，那股威压也是一层一层变强。他是有意为之，就是要让楚风见识到他的强大，想要让楚风在他的面前颤抖。不过很是可惜，楚风如今虽然只是8品武君，可是却曾击败过8品武王。尽管当初依仗的不是自己的修为，但却也是亲身经历，所以尽管此刻对方极为强大，但楚风却也是不惊不恐，从容自若。而楚风这样的表现，则是让那9品武王的怪物眉头微皱，显得颇为意外。可见他并不喜欢楚风此刻的反应。你这小鬼，竟不怕我？那怪物开口了，声音浑厚有力，比雷鸣还要响亮，但是却没有一丝正气，相反，那是满满的邪恶味道，就如同一位王者在质问阶下之囚。我为何要怕你？楚风淡然一笑，从容至极，那种态度根本不像是一个阶下之囚。小鬼，你想知道我们是谁？那怪物更显不悦，冷声问道。相比于你们是谁，我更想知道为何要阻挡我们的去路。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的所作所为可是破坏了这天路内规矩的。楚风不但不惧怕，反而高声质问起对方。对于楚风这种态度，四周的怪物皆是怒眉倒竖，表示不满。那种怨毒的目光和咬牙切齿的声音，恨不得立刻把楚风塞入口中，咬个稀巴烂。然而这一刻，那9品武王的怪物却是突然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异常刺耳，并且极其狰狞，甚至产生了无形的音波和狂暴的飓风，不断的冲击着楚风与蛋台雪。最主要的是，这个笑声与先前完全不同，可以说这笑声之中掺杂着浓重的愤怒和杀意。这怪物已经被楚风的话语激怒了。该死，你激怒他了！蛋台雪冷声斥责。我的确激怒了他，但若不激怒他，他便会放过你吗？楚风反问道。对于楚风的质问，蛋台雪哑口无言。的确，就如楚风所说，他们已是羊入虎口，这些怪物绝非善类，
当被他们抓住那一刻，就注定他们将要必死无疑，反正是死，只是早晚的问题。想到此处，淡台雪倒也释然，不再责怪楚风。小鬼，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有没有通过天路的考验，我不管你是何来头，但是只要我在这里，你就休想闯过这天路。在这里，我要你生，你便生；我要你死，你便死。因为我们便是这天路之内的王。说这番话的时候，那怪物的语气异常的冰冷，并且充满了不可挑衅的威严，就如同楚风先前的话语触犯了他不可亵渎的尊严一般。这一刻，尽管楚风表面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内心也泛起了嘀咕。他本是想拖延时间，伺机逃跑，但是眼下他却不能确定这群怪物是否会给予他逃脱的机会，因为他真的感觉到了对方那浓烈的杀意。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层无形的波动突然自楚风等人的周围掠过，与此同时，一道耀眼的光芒也是在那怪物的后方闪耀开来。那光芒极为凶猛，竟直接将这漆黑的天路照耀得通明一片，甚至强悍到让人不敢睁开双眼。在这光芒之下，楚风与淡台雪倒是还好，但是那些怪物却开始发出阵阵卑微而痛苦的低吼，就如同他们在承受着巨大的折磨一般。最主要的是，这一刻，楚风竟然在那群怪物的身上感受到了浓烈的恐惧。这些先前还嚣张无比的怪物们竟然害怕了。而就在这时，一道充满古老气息的声音也是自那光芒传来的方向缓缓响起。一群解开封印的守门畜生而已，竟也敢妄称是这天路中的王。